只是这法子恐怕是有些……刘先生不敢说，可是这法子有损道业。是的。罢了，你们这些君子啊，就是如此，这也说不得，那也说不得。小人就让我这小女子来当吧。瑶儿，只要能让殿下开心的话，一切报应便由小女子来承担。臣妾近日听闻江都附近闹大水，周围的城镇都遭了殃，想来刘先生口中的机会便是这个吧。赈灾向来是个风险极大的肥差，既然要让瑞王殿下倒霉，我们只需要推荐瑞王负责这次的赈灾便可。王妃聪慧，下官说的正是此事。瑶儿的意思是，等瑞王开始赈灾后，我们暗中做些手脚，让他没法完成父皇交代的任务。没错，当然这个手脚我们要做的隐晦，不会放在明面上让圣上察觉，同时我们还要在表面上做出一副竭力支持瑞王的样子，让人挑不出半点错处。如此一来，虽说那些无辜百姓会跟着一起遭殃，但用他们的牺牲换得殿下的高枕无忧，那便是他们的荣幸。此计不错。若是洪灾的后续处理出了乱子，再多死几个人，父皇必会勃然大怒，二弟他便再无翻身的机会。不愧是殿下，殿下说的都对。就是。除掉了瑞王，太子就能顺利继承皇位了吧？王爷倒是好雅兴，明早您就要上朝了，太子与您素来有怨，您难道不担心明日他会在早朝上耍什么手段吗？正是所虑太多，有些烦闷，便只好抒情于音了。苏姑娘忽然这么说，可是预测到了什么？不错，民女推演出明日早朝上，皇上便会从朝中选出负责江都洪灾后续处理事宜的负责人。最近江都大水，本王亦有所耳闻，父皇迟迟没能立下负责人选，如今总算是想好了吗？皇上对赈灾一事十分挂心，民女的卦象显示，若是太子得到了这机会，他将名声大噪。若真是如此，王爷您在朝中的阻力将变得更大，日后的路也将变得寸步难行。苏姑娘是想让本王在明日的早朝上阻止皇兄得到负责赈灾的机会。可是本王如今示威，在朝中并无话语权，此事本王只怕是有心无力。非也，民女不是这个意思，说民女是太子见瑞王你病愈，自是会心生不满，而如今这一次的赈灾就是除掉王爷您的大好机会，所以不需要您出手阻止，太子自会主动将赈灾的机会交给您，他只需在赈灾事宜中施点手段，便可让瑞王您一败涂地。哎，那是谁？穿着王爷的朝服，难道是某个郡王？可能吧，可是皇上突然传召郡王入宫作甚呢？民女知道王爷您素来小心谨慎，只是这次的江都之行危险万分，我们得打起12分的精神，更加小心才是。当然，民女所言是否属实，明日早朝上便可知分晓。二弟，大哥，天哪！太子叫他二弟，他是瑞王殿下。是啊，他太惊人了。这可是他不是得了冠。嘘，闲话莫说，闲话莫说。
来这朝堂又要不安宁了。江都洪灾一事，想必众位爱卿都有所耳闻。江都数个县城灾情严重，如今洪水势头不减，边疆下部城镇情况十分危急。这次赈灾关系重大，是以朕对于此次灾情的负责人选有些犹豫。各位爱卿可有好的提议？二弟心中可有什么人选？本王对朝中之事无甚了解，自是没什么想法。倒是大哥经营朝政之事多年，想必也有了好的人选吧。无甚了解，哼，倒是打得一手好太极。我心中的确有好的人选，这个人，二弟也是认识的。哦，是谁？待会儿你便知道了。残的辗转过一生，谁能怜我遗失了？荒野里孤坟，潦草葬此生，谁渡我不甘的魂？若我在世为人，饮一杯苦涩独斟，会忍断前世缘，风雪中庆贺。若我轮回重生，温酒一壶，悲欢前尘，我纵横他千年烟尘。安雅兮空城，醉梦叹浮生，谁借我一枪赠，斩断前世缘分。老树枯藤缥缈度凡尘，三生石刻着爱恨痴缠，千里纵横，只为不负此生。轮回的缘，痴痴的等，纵是血雨腥风，我会手把酒分，换几度的春。谁借我一腔恨赠？哦，美只听雪声，我此生不负。